上一期视频我们有说到，新到家的水龟比较适合的水位就是水深背甲宽，先养一段时间。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个体，即使是背甲宽的水深，它也无法适应。这一期视频我就结合我的一些实际经历，和大家聊聊这些特殊的龟。第一类，体重轻、体质差，导致平浮无法下沉，这种情况更多容易发生在小龟苗的身上。龟龟漂在水上，完全沉不下去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还会有点慌张的划了爪子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去找卖家，卖家大概率会告诉你，因为还是小龟苗，体重比较轻，你把水位降下来就好了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曾经遇到过一只这样的龟苗，是一只中美彩龟，当年卖家就是像我前面说的这么回复我的。但是即使我水深刚刚淹没它的背甲，它也还是会浮水，最后没办法，只能继续降低水位。好在那会儿是盛夏，没有太大的温差，这龟也算是平安活下来了。但是这只龟同时还有挑食的毛病，当时尝试了好几款龟粮，它都不吃，最后呢没有办法，只能喂虾。小心翼翼地伺候了3个月左右，它终于不服水了。把它和其他龟合缸之后，慢慢的它也开始吃龟粮了。那我以为就没事了，一直到我搬家把它给了一个有养龟经验的朋友。结果大约过了2个月，我朋友告诉我说这只龟死了，原因他也不知道。我推测可能是这只龟本身体质就比较差，换了新的环境不适应。我朋友又没有及时发现它的异常，最后就没扛住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这种潜水还完全无法下沉的龟苗，本身大概率是存在问题的。别的不说，体重偏轻就已经说明它应该是属于弱苗了。那如果同时还有其他问题存在，站在朋友的角度来说，我会建议你退货退款。如果你非要赌一把，我只能说以后的饲养需要加倍注意，并且随时做好龟财两空的准备。第二类，首次下水不会游泳，导致暂时性无法下沉。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也是发生在龟苗的身上。曾经我自己孵化过一只小草龟，初次下水它就沉不下去。这种情况不需要过多担心，水里可以提供垫脚物，让它累的时候可以借力休息。一段时间后它就可以适应了。这类情况和我前面说的那种情况主要区别是，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短，快的话可能几个小时它就可以沉下去了。但是前面的情况呢，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会改善。第三类，龟生病了导致无法下沉，这个情况大家应该听到的比较多了。一般来说，感冒平伏、肺炎侧伏、肠胃炎翘屁股，但是单纯通过龟的浮水状态是无法完全准确判断龟的问题的，还要结合不同病症的其他症状综合来看。这里暂且就不细说了，大家也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的相关视频。第四类，天生缺陷，偶尔浮水，这种情况我觉得变异龟身上发生的概率会相对高。原因嘛，大家搜一下变异龟是怎么繁殖的就知道了。主要表现就是它能沉下去，但是有的时候稍微动一下，整只龟就有点像抵抗不了水的浮力一样飘一下。我目前手上有2只这样的龟，在我家都是祖宗一样的伺候着。主要表现就是体质差，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差，生长缓慢。而且不清楚是脑子的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，吃东西经常是整只龟斜过去，磕磕绊绊恒温箱里养了一整个冬天。这只龟之前还同时爆发白眼和肠胃炎，差点再见了，真的是超级难养。所以如果你养龟经验不足，建议先不要着急入变异龟，实在喜欢就选择繁育比较成熟的亚成体，会相对好一点。以上这4种情况，除了第2种因为龟首次下水不太适应以外，其他3种情况，个人都比较建议尝试和卖家沟通退货退款，自己饲养风险真的很大。当然，潜水养龟只是针对新到家的龟龟们，养定以后我们是可以尝试加深水位的。那什么时间去调整比较合适？怎么样判断龟龟是否适应了深水？深水环境的布置又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我们后面的视频再细说，感兴趣的伙伴记得点个关注。我是暖暖，我们下期见。